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干嘛把大家全部拿走了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Med Partner。我们今天要告诉你，喝水对于保湿有没有帮助这件事情。之前我们在网站发过保湿观念的错误陷阱破解后，就收到网友如雪花片飞来的相关问题，其中很多人问到的是，喝水对于保湿到底有没有帮助？这还真是个大哉问欸。这个问题非常难用有或没有来简单回答。别急着离开嘛。我们当然不会给出这么不负责任的答案啊，只是要了解这件事情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从基础的皮肤生理开始讲起。这样之后，就算业者换个话术，你就会发现根本还是老招。所以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上课喽。皮肤如何保湿？皮肤正常含水量是多少？这个一定要从最基本的皮肤组织学讲起。来人啊，上图！从这张皮肤表面的剖面图可以看到，表皮的最内层是基底层，含水量最高大约是 70%， 由内向外的含水量逐渐的降低，到角质层的 20% 到 35% 左右。通常角质层的水分低于 10% 的时候，就会观察到干燥性的变化。最常见的就是轻微的皮肤脱屑，所以医师强调的保湿指的是保持角质层的水分，不是皮肤表面摸起来湿湿的就叫保湿哦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嘴唇干燥的时候，你抿嘴是没有效果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更明确咯。角质层的水分哪里来？同学起床啊，这边要认真看，考试会考。正常的角质层自然会存在一些天然的保湿因子，像是氨基酸、各种盐类、乳酸、酵素、糖类、PCA、钙、氯、镁、钠等等各类离子，这些成分各自拥有不同的抓水能力。简单说，你只要记得正常的角质层中有多种的天然保湿因子，可以从皮肤比较多水的底部抓取水分。但是只抓到水分是不够的，你还需要让水留在角质内，不然水还是会蒸散到空气中啊。在正常的皮肤表面会有一层由皮脂腺分泌的适量皮脂，就像是帮皮肤表面打了一层薄薄的蜡一样，可以让角质层的水分不会轻易的蒸散到外面的空气中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冬天皮肤比较干，这是因为天气冷的时候皮脂的分泌比较少，锁水能力会下降，而且冬天空气通常比较干燥，角质的水分也比较容易散失到外面。所以我们喝下去的水会跑到皮肤吗？别急，这些水经过肠胃道吸收后，通过血液循环到身体的各处，这时候肾脏也会忙着过滤水分，把多余的水分和身体的废物一起用尿液的形式排出去。所以水分充足的时候，如果你喝更多的水，多数状况下水分是会排出的。但是当身体脱水的时候，皮肤基底层的水分就会变得比较少，角质层就比较难抓到水分上来啊。这时候皮肤就可能变得比较干燥，但是会干燥到什么程度呢？其实在正常的状况下，人的基底层的含水量大概是 70% 左右，如果稍微脱水一点的状况，也不会差异超过 10%。相信我，脱水 10% 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很不舒服，会想去找水喝的。所以多喝水，顶多就是让基底层的水分保持在 70% 左右的比例。因此刻意的多喝水，在不过量的前提下，对身体是不错啦，但对于保湿的帮助就不大了。下课之前，同学们，我们有个小小的测验，你觉得多喝水能改善皱纹的状况吗？那脱皮、黑眼圈还有青春痘呢？利用刚刚学到的知识想一下，然后在影片下面说说你的想法吧。我们是 Med Partner， 有一群医师、药师、营养师、化妆品配方师组成的专业团队。如果想看更多保养、保健、瘦身的知识教学、迷思破解，还有偶尔打脸不上厂商的影片，欢迎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也别忘了按下订阅以及旁边的小铃铛，追踪最新的影片哦。